什么情况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崇祯的记忆！我操！我居然穿越了！妈，你要穿越就穿到成化、弘治，哪怕正的那会儿也行啊！偏偏是崇祯，这可是大明朝最后一任 CEO， 著名的亡国之君啊！开局就是地狱模式，这要怎么玩？难道真要和这棵歪脖子树相伴？皇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是？大办，叫人拿铁链来！皇爷要铁链作甚？把这棵树给朕锁起来！这可是古树啊，皇爷！锁上！这树看着晦气，朕怕哪天忍不住挂上去。皇爷登基不过数日，怎么行事如此怪诞？莫非是压力太大了？既然回不去了，就得想想怎么活。当个只知享乐的昏君不行，会被起义军淹死；当个独断专行的暴君也不行，现在手里没兵权，那些文官集团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我。就当个勤政爱民的明君，所以解释改革弊政，面对叛军节节败退，全是死路，这简直是地狱难度的开局。大办，你知道再过17年，这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吗？皇爷，大明国运昌隆，定能万世永存啊！小兵和17天灾不断，是地迁。李自成、张献忠杀人如麻，更有人在周武镇入关屠城，扬州10日，嘉定3屠。这人类血溅，难道还要再重演一遍？皇爷，您别杀老奴啊！无论发生什么，老奴都陪着你。昏君死，暴君死，明君死。见周女真想要入关，朕便灭其族，绝其种。8大晋商想卖国，朕便抄其家，灭其门，占其首。大办回宫。是皇爷，咱们这就回前清宫。不，朕还需召见一人，已即刻去查山东境司礼监太监方正化，寻到变火速，带他来见朕。遵旨。皇爷，方才英国公使子张之吉想塞给奴婢几张银票，奴婢没敢要。多少？5000两。哼，这英国公府也太抠门了，以后谁送银子你就收着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8大晋商富可敌国，朕的第一桶金就着落在你们身上了。那小皇帝是不是疯了？他才登基多大点功夫，就敢这样查？住口！想让全家给你陪葬吗？陛下动真格的了，都给我回去，把屁股擦干净。谁要是撞了枪口，别怪老夫无情。万岁爷，出事了！何事惊慌？万岁爷，陈德润闯进慈庆宫，对延安皇后意图不轨。混账！连皇嫂都敢动，咋是活腻了？天二更，徐显纯，你们可知罪？臣知罪。臣御下不严，让陈德润那个畜生惊扰了圣驾。皇爷，这2人虽有过失，但毕竟也是为了朝廷尽心尽力。若是处置太重，怕是会激起下面人的不安啊。激起不安？魏公公是在威胁朕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朕杀不了人，还是担心朕动不了你的位置？每人重则80廷杖，立刻执行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魏忠贤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朕要让你看着你的羽翼是如何被朕一根根拔光的。即日起，田儿耿将为指挥同知，许贤纯将为礼行百户。还没完，方正化，奴才在。拖下去，每人廷杖20。朕要的是打完1个月下不了床的那种。想饶命，饶命啊！陛下说了，谁敢放水，这就是下场。上上下道。明日午门，你们2人亲手凌迟陈德润，每人50刀。少1刀，朕就在你们身上补1刀。该看的看清楚了。戏看完了，各位爱卿自便。本宫只知陛下宠信严党，现在杀魏忠贤，东林党一家独大，谁替朕收税？朕需借刀杀人。
7年积怨，朕替你记着，信朕。陛下在慈庆宫待了半个时辰，好色就好办。哼，既然他喜欢女人，就送他绝色美女，只要他沉迷酒色，大明还是咱们说了算。高钱需要兵权，长兵权需要钱，朕让你找的人到了吗？在殿外候着了。这就是历史上朕自缢时唯一陪葬的武臣李若莲，果然是一条好汉子，身形挺拔，气度凛然，比那些被酒色掏空的废物强多了。臣锦衣卫千户李若莲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李若莲，朕问你，若朕让你去砍了田尔庚、徐显纯，甚至是魏忠贤，你敢吗？臣乃天子亲军，只知有皇上，不知有指挥使。皇剑所指，便是陈刀锋所向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臣亦往矣。朕再问你，如今锦衣卫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？朕要听实话。回皇上，锦衣卫在册5万余人，实则只有15000，其余尽是空想。这15000人中，老弱病残占据大半，真正能披甲作战、堪当大用者不足7000。昔日纵横朝野、震慑四方的天子亲军，竟成了文官的出气筒。好一个空想，好一个丧家之犬，让你手中尚有多少可用之人？臣虽不才，但这几年暗中联络忠良，臣有信心清理门户，少有3、4千热血兄弟，皆愿为皇上效死命。若皇上信得过臣，臣愿以项上人头作保，3个月内必为皇上清理门户。好，只要没烂透，就还有救，朕信你。朕给你1个月，把锦衣卫100户以上所有人的底细查个底朝天，尤其是他们的罪证。臣领旨，谢主隆恩。指挥同志，那是连跳3级，大天终于要亮了吧？那是方正华，他怎么敢带着刀上殿？这是不合规矩啊！连内监都配刀随侍，这是要见血的征兆啊！诸位爱卿，今日都没有事情要上奏吗？先帝陵寝虚银200万两，国库空虚，请陛下动用内堂。内堂暂且不提，朕倒想问问，如今京城大米多少钱一担？臣不知。工部尚书，你还有你呢，连粮价都不知道，你们有哪门子的民？全是哑巴！朕要这些人何用？平日背圣贤书，滚瓜烂熟，一问民生全是废物，这就是大明的栋梁。魏忠贤，你知道吗？回皇爷的话，如今京城上等白米2两，糙米1两2钱。满朝君子竟不如一个内侍。传朕旨意，满朝文武罚俸3月，魏忠贤之小民情，免罚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臣要弹劾克氏18大罪状。前夜，你血口喷人，奉圣夫人乃先帝乳母，岂容你污蔑？若不诛此妖妇，臣等今日死在大殿，此乃死谏。死谏，好一个死谏！朕若不成全，岂不是显朕不通情理？来人，拖下去，停杖30。3代不得科举，再是亲族选部，革职查办。我是先帝乳母，谁敢动我？这里有18道奏书，状状死罪。可是你认是不认？我不认，都是魏忠贤指使的，是他让我干的。魏忠贤，你说话，你说句话。休要血口喷人！咱家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岂容你这毒妇攀咬？陛下，此妇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好你个魏忠贤，过河拆桥！够了，传朕旨意，克氏罪恶滔天，一律惩处。是。陛下，奴婢识人不明，受此毒妇蒙蔽，奴婢愿此去东厂提督一职，回老家种地，以此谢罪。厂臣这是做什么？朕初登大宝，朝局不稳，正需要厂臣这样的肱骨之臣啊！朕不仅不准辞，还要给你一个重任，去查查京城里那些大臣勋贵的家底。大办，把魏忠贤查抄百官的消息透给东林党，让他们狗咬狗。9千岁，这小皇帝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不管真傻假傻，这把刀咱家是握不住了。去挑几个美人，把这迷魂香用上，送进乾清宫。既然他不听话，
那就让他变成个只会玩女人的傻子。皇后，你父亲贪了60万两，臣妾不知，求陛下开恩。朕有一计，传周奎即可入宫。这也归了半刻钟了，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事情败露了？国丈归得可舒服。臣惶恐，深夜召见，所谓何事？轻烟楼受贿，贩卖私盐，哪一样不是死罪？你还有脸问何事？臣冤枉，这都是奸人陷害。既然死不认账，那就带去诏狱吧。诏狱，陛下，我是国丈啊，我是皇后的父亲，你要怎么向皇后交代？朕既然可以封他为后，那朕就得废了皇后。臣诏，参演献出全部家产，只求陛下饶臣一命，饶皇后娘娘一命。留下1成给你养老，牵扯的官员10倍赔偿，革职查办。替父亲谢过陛下不杀之恩。皇后受惊了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臣妾明白。启禀陛下，秦良玉将军已接圣旨，全速进京擒王。好，还有陕西那边传来急报，王二、王嘉尹、王左挂等人发动叛乱，已攻占石树楚县城。王二、王嘉尹，大明的天终于要漏了吗？混账，全是混账！朕的大明就是被这群蛀虫吃空的。王爷息怒，去冷静，杀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。民变的根源是肚子，百姓耕田太少，产量不足，大半还在宗室世绅手里。大半，你指？奴婢在，派进仪威南下，招送殷兴、陈振龙后人，进京推广土豆红薯。有这2样神器，朕就不信填不饱百姓的肚子。皇上，陕西白水王二拘留民6000余人。骨干是谁？骨干是裁撤一族和响马，约战1城。这还只是白水一地，陕西全境16处民变，合计近2万人。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。陛下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臣以为应当裁撤驿站。驿站糜费巨大，多养闲人，裁撤可省几10万两军饷。陛下若下旨，立刻便可见效。臣附议，此乃利国利民之良策，当机立断，方显圣明。利国利民。毛御史，朕听说你是因私藏小妾被正气发现，才迁怒驿站。来人，将毛羽剑拖出去，斩立决，刘毛停杖20。陛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陛下，国子监前数百江南贡生聚集闹事，批判朝政，弹劾魏忠贤，甚至陛下昏庸，自毁长城。昏庸，自毁长城，好，好得很。王承恩拜驾国子监。不杀魏忠贤，便是昏君。你说民不聊生，可知陕西米价，京城煤价？学生读圣贤书，岂会关注商家琐事？哼，你也配谈治国？关心的是东林党的官位，是谁指使你们？自发！好一个自发！李若莲，查封江南会馆，全部下狱。用不上大夫，乃组织啊！望陛下明察。对，我等读书人有功名在身。从今日起，废除读书人一切法律优待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与庶民同罪。闹事者剔除功名，迁入林流放3000里。以后若有抱怨，就怪这些闹事者亲手毁了优待。陛下，请扶剿并用，否则民心难安。粮食调兵信任，也不是不能解决。真有3策：第一，调兵，边关精锐，从经营抽调5000人马护送钱粮。陛下，经营9处战阵，恐难胜任，
只是护送，并非作战。第二，调粮，国库出50万两，朕的内堂也出50万两。那可是您的私房钱啊！这万万不能，请陛下三思。吴孟明，臣在。告诉那些粮商，高于进价1成者，抄家灭族。卑职领旨。第三，以工代赈，迁移百姓制定边4地开垦，那里将是土豆的种植基地，大明的粮仓。皇上里头还吵得厉害，要不要让他们吵？吵得越凶，朕看得越清楚。半个时辰，还没个定论。陛下，袁可立最为妥当，请陛下定断。不必再争了，袁可立资历最是，请陛下定夺。那救援可立，赐上方宝剑，全权负责。事成之后，入阁办事。入阁？那首府的位置岂不是？诸位爱卿，可有定论？奉陛下之命，臣领上方宝剑。那朕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哼，若是这50万两银子花完了，百姓没饭吃，会不会再造反？你们没办法，朕有，这就是朕的底牌。朕决议，即日起，大明全国永不加赋，陕西全境免征赋税3年。陛下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陕西一省每年赋税338万两，九边重镇即延绥、宁夏、甘肃3镇，每年需发年令银327万两，这还没算赈灾的钱粮。若是免赋3年，这1000多万两的亏空从何处填补？郭爱卿，你的账算得没错，但你想过没有，若百姓活不下去，这大明江山还要他何用？至于缺的银两，朕来想办法。朕绝不会让边军饿肚子，也不会让国库空虚。此事朕意已决。下，您说银子，您来想办法。可这毕竟不是小数目。郭爱卿，朕知道你是一心为国，事事以国库民生为先。朕今日叫你来，不是听你诉苦的。朕只要你管好户部的账，厘清收支，杜绝贪墨。至于钱从哪儿来，那是朕的事，无需你过多揣测。还有，不要参与党政，朝堂上的派系纷争只会内耗国力。臣谨记圣训。方问，臣在。你亲自去一趟河南，把这封信交给袁可立，此事机密，途中不可有丝毫闪失。遵命，臣定不辱使命。听说了吗？皇上下旨了，永不加赋。咱以后再也不用怕赋税越交越多了，而且陕西还要免税3年。这些年遭的灾受的苦，总算要熬出头了。大明终于出了个圣君。陛下，大喜啊！国库的燃眉之急解了。大办，你即刻去传朕的口谕，让洛阳姓备好人手。今夜3更，咱们该去收真正的大鱼了。这份名单交给罗养性，让他秘密部署。只等朕一声令下，便将这8家连根拔起。奴婢遵旨。罗指挥使那边早已磨刀霍霍了。杀人之前，先要安抚人心。那些在宫门口捐款的百姓，朕不能让他们寒心。快看，皇上真的下旨封赏了，凡捐款者皆赐1名牌匾。还不止呢，皇上还要从捐款百姓中随机抽取50人，赐予国子监声明，那可是能当官的。袁掌柜，你这是祖坟冒青烟了。皇恩浩荡啊！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！吾皇万岁！皇恩浩荡，吾皇万岁！汝获得明星值大幅提升，国运值加100。这才是朕最大的底气。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陛下还要下官转告，大明如今内忧外患，唯有阁老能镇得住这乱局。老臣遵旨。勒任命袁可立为中极殿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即刻赶赴陕西，主持赈灾事宜。钦此。老臣领旨谢恩。收拾一下，带2套换洗衣服，咱们这就出发。阁老，您不再带些随从护卫，陕西那边如今可是乱得很。我是去赈灾救民，不是去游山玩水。
带多了人反而累赘。是。好啊，真是朕的好奴婢，拿着朕的银子，吃着朕的空香，还把朕当傻子耍。王爷息怒，皇爷息怒，奴婢还有一言，虽有些大不敬，但为了大明江山，奴婢不得不说。说，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朕今晚就让你脑袋搬家。皇爷，奴婢要说的是，大明的脊梁断了。自萨尔湖之战后，我大明武将勋贵，无论是辽东还是经营，皆被纳瓦拉后金打怕了。如今朝野上下只知一味死守，修墙筑堡。可皇爷，您想过没有？关宁锦防线虽固若金汤，却只是被动挨打，久守必失啊！皇爷，贱奴那是骑兵，来去如风，咱们的步兵缩在乌龟壳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劫掠百姓。久守必失，你说的对，这4个字，朕在梦里都怕听到。皇爷圣明。奴婢斗胆，此次整顿藤乡4卫，奴婢不想再练那种只能守城的步兵。奴婢恳请皇爷恩准，将藤乡4卫全部改为骑兵，8成战旗，2成火器。奴婢要为皇爷练出一支能与剑弩铁骑在野外硬碰硬的精锐。好一个硬碰硬，真准了。王大办，奴婢在。从内唐拨银100万两，即刻送去御马监。要马给马，要甲给甲，朕只要一样东西，一支能杀人的铁骑。奴婢定不负皇爷重托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罪臣李邦华叩见皇上。爱卿这一路受苦了，先吃点东西。李大人，慢点，陛下面前切莫失了礼仪。无妨，让他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帮朕把这晶莹的天捅个窟窿。大明最硬的整顿专家到了，这下朕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吃饱了，那朕问你，整顿兵政，你有几成把握？陛下，如今大明兵政糜烂之极，想整顿，除非把满朝文武，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全杀了，否则难如登天。好，朕就等你这句话。李邦华，你只管放手去杀，谁敢阻止朕中兴大明，朕就杀谁。这把刀，朕递给你，你敢接吗？臣虽九死，其犹为悔。往宫里跑！哎，好啊，真是好得很！朕刚召见的大臣，当晚就在天子脚下被追杀，5城兵马司的人都死绝了吗？禀万岁，顺天府已查明，昨夜行凶者乃魏忠咸余党五虎之一倪文焕指使。崔成秀这只老狐狸，汽车保帅倒是玩得溜，不过这正好给了朕借口。既然5城兵马司护卫京师不利，留之何用？传朕旨意，即日起，5城兵马司从兵部剥离，更名为5城巡城司，不再受兵部节制，由朕亲临。陛下，兵师防务姿势体大，5城巡城司若离了兵部，恐怕难以调度。老臣不才，愿待陛下分忧，暂领此职。英国公年事已高，这等跑腿的苦差事，就不劳烦你了。老公爷，陛下把5城兵马司收走了，还改了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您方才为何要主动请缨去领纳巡城司？那不是个抓小偷的衙门吗？哼，那是以前，如今陛下把他握在手里，那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刀。陛下竟然拒绝了我，难道他已经开始防备我们这些老臣了？这天要变了。父亲，陛下刚收了5城巡城司，虽说手段雷霆，但也不至于让您如此忌惮吧？5城巡城司只是幌子，你看这个百杆兵进京了，陛下调兵入京，瞒过了所有人。崇祯这是把刀架在了所有人的脖子上，谁敢不听话？这5000精锐就是催命符。锦衣卫封锁消息，说明陛下要打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谁还是阉党，谁就是死人。父亲，那我们该如何自处？投名状。陛下现在最想杀谁，我们就递上谁的脑袋。您是说兵部尚书崔成秀？备马，我要进宫。这第一刀必须由我张家替陛下砍下去。老臣张维贤有本要奏。英国公有何事？臣弹劾兵部尚书崔成秀，起罪有6：结党营私、卖冠于爵、克扣军饷、蒙蔽圣听、纵子行凶、图谋不轨。陛下，冤枉啊！
英国公真是血口喷人呐！翠成秀，英国公乃国之柱石，岂会诬陷？陛下明察，臣对陛下忠心耿耿。忠心就是把兵部搞得乌烟瘴气吗？来人，革去翠成秀一切官职，拖出午门，即刻斩首示众。兵部不可一日无主。英国公，你觉得谁可接任？老臣以为光律四卿李邦华可堪大用。准！即日起，擢升李邦华为兵部左侍郎，暂领兵部尚书职，整顿经营。令之谢恩。张维贤这只老狐狸，反应倒是够快。既然兵部干净了，那接下来方正化，奴婢在。传魏忠贤来见朕。臣魏忠贤参见陛下。常臣来了，平身吧。不知陛下急召臣来，所谓何事？朕想看看内操军的成色。明日在经营校场，让内操军与经营兵马演练一番。这可是咱家露脸的好机会，正好震慑一下朝中那些不知死活的文官。陛下英明。内操军日夜操练，正等着陛下检阅呢。老奴这就去安排，定让陛下看一场精彩纷呈的好戏。李若莲、李邦华，臣在。明日早朝就是收网之事。李邦华，你即刻去接管经营防务，若有阻拦，杀无赦。臣领旨。锦衣卫负责封锁皇极殿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。臣遵旨。这是做什么？奉陛下口谕，今日宫中无论何人，一律集中至坤宁宫，任何人不得外出，违者斩。看来陛下是要动真格的了。陛下，臣弹和亲良玉，他未经宣召，私自率领数千白干兵进京。不用弹劾了，白干兵是朕调来的。李若莲，锦衣卫听令，围住皇极殿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今日早朝，朕有些私事要处理，诸位爱卿就在这里候着吧。方正化，大家都是同僚。同僚？你们这些厌极孽、秽乱朝纲，也配称同僚？圣旨到，丞相四位听令，即刻封营，任何人不得擅出，违令者斩。别听这燕狗胡言乱语！9000岁有令，有人假传圣，旨意图谋反，随我杀出去擒王！明晚不灵，放箭。9000，听着，咱家奉皇上密旨整顿经营，即刻起分兵包围内操军营和锦衣卫北镇抚司。冤枉啊！冤枉！你私扣军饷，还敢把罪往御马监事上推，还敢喊冤！给我重重的打！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、干孙子。皇上圣明，只诛首恶。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每人写一份揭发魏忠贤党羽罪行的状纸，写得深刻的，既往不咎。我写，我举报田尔耿私通魏忠贤。我知道魏忠贤在宫外的私宅藏银。老公爷，这茶都喝了3盏了。你的死期到了。咱家的内操军呢？咱家的锦衣卫呢？绑了，带他去看看他的内操军是怎么完蛋的。报！逆贼图文甫拒不投降，魏忠贤入营全将，被暴怒的图文甫当场斩杀。什么？魏忠贤死了？父亲，您早就知道图文甫不会降，您是借图文甫的手。是则记住，魏忠贤是逆贼首领，若留活口，陛下还要费心审判，不仅麻烦，还容易牵扯出不该牵扯的人，死人才是最干净的。英国公有令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陛下，魏忠贤欲将功赎罪，深入虎穴劝降图文甫，
奈何屠贼丧心病狂，竟将其残忍杀害。哦，魏忠贤死了，是尸骨无存。好一个英国公，做事果然滴水不漏。如今虽然过程变了，但这结局竟还是在这一天。陈秦良玉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朕闻白干兵勇冠三军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秦良玉听封。臣在。秦良玉忠勇体国，特封魏忠枕侯，加封太子太保，挂镇东将军印。其子马祥林封定国将军。陛下，臣定当粉身碎骨以报皇恩。将士们，大明如今内忧外患，但朕不怕，因为朕有你们。朕有一个梦想，总有一天，朕要让那件奴的土地变成我大明的牧场。只要朕在一日，这大明的日月就永不落下。你们敢不敢随朕一战？敢战，愿战，能战。敢战，愿战，能战。宫里缩减开支，朕带头节俭，大家凑合吃一口。陛下富有四海，却如此自苦，臣心中有愧。陛下如此励精图治，大明中兴有望啊！吃饱了，该干活了。这京城里的烂疮，今日便要挑破。陛下一旦动手，就要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，一刀切恐朝局动荡。臣建议分9等处置，方能稳妥。按郭爱卿说的办，但首恶名单，朕要亲自定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魏忠贤及其党羽结党营私，归乱朝纲，罪不容诛。今查实质五虎、五彪教等党羽，凡涉案者，即刻抄家灭族，于党限3日内自首，听候发落。锦衣卫听令，在！拿下徐显纯，拿下曹思成，抓住他们！你们敢？我是锦衣卫都督，谁敢抓我？拖下去。外面的动静听到了吗？那是京城百姓在欢呼。若莲，朕命你为锦衣卫指挥使，给锦衣卫换血。微臣领旨。方振华区域马监，王大办做司礼监提督。大明的眼睛合手，朕都要换新的。臣谨遵圣命，谢陛下隆恩。孙承宗，大明的长城该回来了。开报啦！大明日报首发行啊！新鲜出炉的新闻啊！陛下写，朕有一个梦想，魏忠贤佛助，阉党灭啦！阉党真完了。小哥，给老夫一份。这是陛下的手笔，愿天下再无激进，愿大明人人如龙。魏忠贤及其党与佛法，听算余孽，哀天下朗朗乾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大明真的要变天了。备旨参见孙阁老，陛下命备旨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大明长城回来了！孙大人，孙大人！草民孙承宗叩见。孙先生，不必多礼。陛下，这一声先生，折杀老臣了。先生是大明的定海神针，这些年委屈先生了。朕今日急召先生回京，只有一件事：重组内阁，首辅之位，非先生莫属。陛下，老臣年迈，且离朝多年，朕意已决。朕要先生做中级殿大学士，韩匡、李彪、袁可立入阁。老臣愿为陛下效死。陛下，这报纸宣扬国策，公布辽东局势，恐刺激贱奴提前入寇。朕就是要刺激皇太极。先生觉得如今的贱奴能突破锦宁防线吗？梁相祖将士用命，袁崇焕不犯昏，贱奴绝难逾越。皇爷，奴婢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。何事如此惊慌？是关朝局稳定，关乎数百大臣性命。奴婢截获魏忠贤留下的绝密名单，是他的后手。数百大臣的性命。皇爷，这是东厂番子在威尼斯翟家壁墙中发现的，他称其为生死簿。这就是朕的好臣子，这就是大明的栋梁。涉案官员300余人，总金额近3000万两，整个国库加起来都没这一本账册重。包使命，奴婢在。此事还有谁知道？除了奴婢和2名心腹番子，再无他人。那是你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奴婢明白，他们会永远闭嘴。王大办，传李若莲，让他亲自审问魏忠贤的心腹，朕要核实账上每一笔钱。记住，
只许他一人知晓。老奴遵旨。若有半个字泄露，朕诛他9族。老奴这就去办。陛下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皇嫂，朕来告诉你一个消息，魏忠贤死了。死了？那个老贼真的死了？先帝，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？害死您的奸贼终于遭报应了。启奏陛下，臣奉旨清查验党武官余孽，涉案武官142人，朝媒加产折和白银780万两。700多万两！这帮武夫竟如此贪婪，简直骇人听闻。刑部大牢关满了人吧？既然查清了，留着没用。传朕旨意，将严党余犯全部带到德胜门外，53克全部砍了。杀人是为了立威，威立住了，接下来办正事。朕今日只谈2件事：第一，稳边军；第二，练新军。陛下，藤乡4卫已按旨扩编，臣以为新军当学会去病，全员骑兵，1人双马，长途奔袭。1人双马，这得耗费多少钱粮？孙阁老，你觉得宁锦防线如何？固若金汤，粮草充足，贱奴绝难寸进。固若金汤。若是贱奴不打宁锦呢？若是他们绕到蒙古，破墙而入，直逼京师呢？宁锦防线将成摆设，京师危夷。陛下收买林丹汗，并非让他抗敌，而是为了消耗；买战马是为了组建新军骑兵，用铁器茶叶控蒙古，是为了贱奴绕道时能有牵制。李爱卿果然通透。陛下，朝中空缺甚多，此乃内阁拟定的26位补缺名单，请陛下过目。尊承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说过不许再有党政，这名单大半是东林党人，臣一时糊涂，请陛下恕罪。李爱卿，朕知道你是个孤臣，不结党营私。陛下，朕给你整顿兵备的便宜之权。臣立邦华，誓死效忠陛下。日月所照，铁骑所至皆臣服，臣死而无憾。光有骑兵还不够，大明需要更强的獠牙，火器才是未来的主宰。李若莲，臣在。立刻派人300里加急，赵比、毛康、徐光启即刻进京。开始吧。太慢了，这样的射速，骑兵早就冲到脸上了。声如雷霆，却只是个铁疙瘩杂人。这大炮终究落了下城。若是把这式新弹掏空，塞上火药，打出去，落地再炸，岂不是威力倍增？大班，你这一句话可是顶得上10万雄兵。朕要成立一个新的衙门，专门研究你说的这个念想。大明知府卢相生觐见。卢相生叩见吾皇万岁。卢相生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何罪。臣在大名府剿匪，身先士卒。身先士卒？如果你死了，你的兵，大名府的百姓怎么办？知罪，谢陛下教诲。朕给你3个选择：第一，去兵部做个郎中，安稳度日；第二，接手藤乡4卫，做个县城的指挥使；第三，去练一支新军。臣选第3条。好，朕赐你军名天雄军。朕再赐你良驹1匹，司内堂银20万两。朕要这支军队撕碎大明所有的敌人。卢大人，皇爷对你寄予厚望，但咱家有2点要提醒你。这20万两银子，每1两都要花在刀刃上。若是让咱家知道有1文钱进了私囊，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支天雄军是大明的军队，更是皇室的私军，绝不是效忠于某一个将领。谨记公公教诲。既然要练，就要练一支能正面抗衡剑弩铁骑的野战军。只有这样的军队，才配得上天雄2字。回大名府。大哥，朝廷的招抚，咱们绝不能接。我打听清楚了，有一批赈灾粮正往这边运，咱们今晚劫了它。有了粮，就转入深山老林，等天下大乱，大哥就是败将封侯的命。今晚就动手！作孽，作孽啊！得了，
孟远城外聚集了5000余难民，每天都有几十人饿死。好一个孟远知县，全速前进，去孟远！乡亲们，朝廷派我来赈灾了，今晚我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。敬见大老爷，拜见老爷，多谢老爷。阁老，这流民之中恐混有反贼，不开门也是按律办事。按律办事，哼，来人！哼！放造反！哼，林建华，你真以为本阁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朝廷旨意半月前就到了，令你开仓放粮，为何抗旨不遵？下官判断民中有乱党，潼关屯兵数万，什么样的乱党敢在此造次？是城里的徐员外，他们说官粮陈旧，高价卖给客商，再从河南买新粮补差价。买回来的粮呢？还在路上。为了这点银子，你们就敢拿几万条人命做赌注？拖下去！菜市口斩首示众，头悬城门3日。阁老饶命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不能！末将滕早救驾来迟，请阁老恕罪。来得正好，滕早听令，封锁全城，按名单抓人。涉案是甚商家21人，一个都不许跑。你知道我姐夫是谁吗？哦，说来听听。我姐夫是宁国公府的大管家，9000岁魏公公是我们靠山，就算皇帝老儿也得给魏公公几分薄面。9000岁，魏忠贤早没了，酒足都煮了，全部拖出去，打断双腿，即刻斩首，家产充公。本阁不白拿你们的粮，这4000石算世界的，作为回报，徐家被抄没的店铺折价抵给你们。多谢阁老，多谢青天大老爷。潘明龙，学生在，即刻起，你暂代知县一职，负责城外骤棚，务必让每一粒米都进百姓的肚子。学生定不辱命。查清了，讲，12万担粮食，一粒都不剩，宗室掏空了关中。报，我们急报！韩城遭袭，调回人亡。怕什么来什么！徐义珍那2万担救命粮断了，慌什么？叛军绝不超3000。传令，第一件，修缮尾和堤坝，死守，借粮，以攻代阵。大人，那粮价，哄抬粮价，斩立决。有我在，关中天塌不下来。好一个秦王府，好一群皇亲国戚！朕的百姓在吃官阴土，要把朕的江山也吞了吗？杀得好，袁可立杀得好！皇爷，宗室名录统计好了，登记在册者已逾20万人。20万，这挤不出的嘴。若秦王府真的参与了倒卖赈灾粮，甚至勾结叛军，这到底是杀还是不杀？若是寻常贪官，杀了便杀了，可这是秦王，那我到底该不该杀他？他是太祖爷的血脉，开了杀亲王的先例，樊王会不会反？不杀，这大明江山还能撑多久？杀！必须杀！第一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不杀不足以正国法。第二，欺君妄上，私通流寇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秦王府那3、4万顷良田，朕可是眼馋很久了。与其烂在你们手里，不如拿来救活这大明百姓。皇爷，陕西原上书600里加急。
抢粮也就算了，竟然烧粮，祖宗4000担救命粮啊！既然找死，朕就成全你们！母亲若不在，军心未必稳。所以你要替我守住他。而臣谨遵将命。马祥林听旨，末将在，封你为征剿大将军，统领4军，陕西平乱。臣领旨谢恩。平乱后驻白水，听原尚书调遣。末将明白。黄德功、周玉吉、曹文照，臣在。侦破革你们3人为正3品藤乡4委指挥使。这是否？朕说你们行，你们就行。曹便教，臣在。朕命你为勇士营指挥使。臣必不负陛下重托。好。李若莲，臣在。锦衣卫整顿的怎么样了？陛下是要？陛下，锦衣卫编制56000余，实际在边境8000。朕只要实话，这8000人里多少能用？除去老弱混世的，能提刀听调的约莫4000，4000勉强够用。李若莲，天下最大蛀虫是谁？陈玉盾，请陛下明示。山西8大晋商，那8家皇商，他们贱奴的钱袋、粮仓、眼睛。若无他们运来茶叶、盐、铁器、火器、粮食那苦寒之地，贱奴用什么养兵？若无他们递送情报，贱奴5次入关，何以次次逼我重兵，直插腹地？他们怎么敢？朕要确凿证据，不得打草惊蛇。臣遵旨。臣参见陛下。免礼，敕座。21位整顿得如何？空乡吃了近2成，沉溺了考成法。臣奏请陛下在经营21位中恢复考成法，设大明军纪监察部，严查空乡，整肃军纪。万万不可！晋营乃天子亲军，轻易变动，恐生变乱。是啊，陛下，祖宗之法不可轻变。李大人此举太过激进，请陛下三思。各位爱卿，反对的如此激烈，是在担心什么？21位是朕的亲军，你们是想将手伸到朕的亲军里来？臣等不敢，臣等万死！哼，既然不敢，那就闭嘴。准奏，设大明军纪监察部，李邦华全权负责，直属御前。臣领旨。陛下，纪监察全军权力极大，品质不可过低，但也须有制衡。朕不仅要给高品质，还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这把剑不仅要斩军中败类，还要斩……不好了！什么事？陕西急报！前线吃紧，后方紧吃。皇爷，那这……朕要立规矩，百家黄旗殿。陛下，军纪不整则战力不存。臣提议设立大明军纪监察部。准，正2品。正2品，权力也太大了。李邦华，臣在。朕命你为首任军纪监察使，总领全军监察之责，上打昏军。哦不，上查将帅，下究兵卒，除了朕，无人不可查。臣领旨谢恩。检测到宿主完成军事机构改革，皇权掌控力提升。英国公，陛下这是要动真格的。你们还在担心那点油水？看清楚，黄继殿、东厂、锦衣卫，再加上藤乡4位，陛下手里现在有多少兵马？自己算算吧。这天变了，若是要动兵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奴婢真的不行了，这是第7趟了。朱仲茂，臣在。藤乡左为指挥使，上任2年半，空饷冒领54万两，还在军营里养了3房小妾。你当朕的军营是你的后花园吗？陛下饶命，臣知错了，臣知错了。知错？
晚了，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，贪污60两就该剥皮食草。朱重茂，你是想选剥皮食草挂在午门，还是选抄家灭族？臣死罪！求陛下给臣戴罪立功机会，愿献家产充公，愿死沙场。朕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4个条件，听好了。第一，未来半年，你们21位不发1分乡银。第二，3个月后，朕要检阅，若不能让朕满意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第三，这3个月所有士兵必须天天吃饱，顿顿有肉，钱你们自己出。第四，自报家产，朕会让厂卫核查，少报1两，剥皮食草。臣等必赶到土地，死而后已。这群蛀虫，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杀人容易，练兵难。只有我们更强，陛下才能清天下。全体都有，不想死的都给老子往死里练！通过这100步泥炭，银锭就是你们的，给我咬住牙，别掉队！要哪里？快好起来！好不死往死里练，过不了关，全家剥皮！朕在京城省吃俭用，他们在陕西倒是过得滋润。爱卿，你说这秦王府一脉在陕西霸占了多少良田？回陛下，据臣所知，秦王府名下田产恐怕不下100万亩。哼，100万亩啊！那你们觉得这抄家出来的100万亩良田该怎么处理？孙爱卿，你是内阁首辅，你来估算一下，这秦王府究竟有多少田地？怎么也得有100万亩。孙阁老，您恐怕还是保守了。依臣在陕西的见闻，至少200万亩。国库若有此充盈，何愁流寇不灭？陕西百姓人均耕地不足5亩，辛苦1年还得交租子给王府。朕决定，这200万亩良田全部卖给陕西百姓。灾民食不果腹，哪有银两买地？谁说要一次付清？将地价折算成银两，分年偿还。地契由官府暂管，还清之日，地契归民。妙啊！如此一来，朝廷岁岁有入相，百姓年年有奔头，这是死局变活棋。陛下圣明，即日起成立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司，专司土地丈量、买卖、契约之事。陛下，陕西百姓有了地，若河南、山西的百姓也想要地，朝廷若给不出，岂不是又要生乱？朝廷没地，若是百姓想要，除非他们自己变出地来。变出地来，陛下是想借民之手逼出那些士绅富户。陕西的事定了，该说说毛文龙了。毛文龙虽狡横，但却是牵制贱奴的一枚钉子。既是钉子，就得钉牢了。朕打算封毛文龙为东江伯，赐粮赐银，好生安抚。陛下圣明，只是这传旨之人须有分量。必自言何事？让他带旨意和良相，去一趟东江镇。毕大人能稳住局面，只是臣担心浇惯了毛文龙。哼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等内部收拾干净，再慢慢收拾他们。臣参见陛下。2件事你要记仔细了。第一，派得力人手去浙江义乌寻找当年齐家军的幸存旧部，另外试探郑志龙是否有归顺朝廷之意。第二，锦衣卫设立东西镇抚司，专司境外情报监察。你安排探子潜入皮岛，给朕死死盯着毛文龙。朕让你找的人如何了？回陛下，宋英兴县安置在官驿，只是陈振龙早在万历47年就已过世，死了。不过他的儿子一直守着家传藤蔓种植之法，立刻宣他们进宫，朕要亲自见他们。草民宋英兴叩见皇上。朕今日召你们来，是为了让大明百姓吃饱饭。此物明码灵属，亩产可达8至15石。8至15石？陈经纶，你家传的番薯产量几何？回陛下，亩产最低3石，若是肥沃之地，最高可达20石。朕要设立专门的农务机构，宋英兴，你负责编撰农书陈经纶，
研究推广这番薯与马铃薯。今日早朝，朕有一件关乎国本的要事宣布。国本？难道是边关战士？宣人。宋英星、陈经纶觐见。这是什么人？怎么穿着布衣就上殿了？成何体统！皇极殿岂是乡野村夫能踏足之地？平身。孙阁老，若天下大旱，有多少百姓可活？若遇大灾，只能救活一半。朕告诉你，朕一个都不想让他们死。这2位带来的东西，土豆亩产8到15石，番薯亩产8到12石，耐旱耐寒，贫瘠之地亦可生长。臣以为不可轻信乡野村夫之言。诸位大人，草民问一句：大人们可见过灾年间的人间惨剧？皇上，若推广此物，可许百姓以番薯折税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便是百姓的救命稻草。说得好！即日起，设立大明农业研究院，位列正3品，任命宋英星为首任院长，陈经纶为左院监，另负责研究事宜。2月前，朕派往陕西赈灾迁民，那40万亩新开垦的田地，便是为这土豆、番薯准备的。今日珍设宴，请各位尝尝这下等食物。这竟如此美味，真香啊！太出乎意料了。粮食有了，接下来就是那些蛀虫和强敌。宋英星，你负责黄河以北主推土豆；陈经纶，你负责长江以南主推番薯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让这天下的百姓都能吃饱饭。臣定不辱命。展兄，直到现在，我还觉得像是在做梦。在这个时代，能遇上这样的君王，是我等毕生之幸。疯了！他简直是疯了！这是要把我们宗室的脸皮扒下来踩啊！王爷，陛下此举非同小可。金亲王府危在旦夕，咱们是不是主动向陛下示个好？是好，你要本王向那个黄口小儿低头，传令下去，把尾巴夹紧点。最近谁也不许惹事。是，那其他的，派人去问问其他藩王，是不是还能睡得着觉？陛下是要借着秦王这把火，把被侵吞的田地全吐出来。既然陛下有吞天之志，那我这把老骨头就做这开路的刀。袁大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没有兵部调令，大军不得入城啊！本官奉旨查办逆案，不开城门，视作同党，诛九族。秦王诛一患，截止。袁可立，你带兵围攻秦王府，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？秦王诛易患，截止。本王身患族籍，归不得。念吧。秦王一脉，抗旨不遵，意图谋逆，即刻起，削去秦王护卫，嫡系全数押解进京，废除追义子、承袭与子将等等特权。钦此。封锁全府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崇祯2年陕西大旱，朝廷发下去的赈灾银也不过10万两，全部查封，1文钱都不许少。大人，缎匹库清点完毕，各类绸缎仅帛共计4万余匹，估值至少50万两白银。50万两？哼！陕西大旱3年，他倒穿的暖和。大人，这是皇帝云龙折枝花孔雀羽装花缎，御用之物，逾越礼法，私藏龙袍面料，好个秦王，死不足惜。记下来。大人，秦王府名下良田2万9千顷，且发现大量白气。还有更触目惊心的，我们在核对今年的新气时发现，秦王府趁着陕西大灾，低价收购百姓土地近3000顷，
这些契约上全是死契。好啊，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原来这西安城的烂，不仅在秦王府，根子都在这些士绅身上。来人，照着这白旗上的名单，陛下加查。既然喜欢送地，那就让这些地真的变成朝廷的。什么？250年，账面上现银只有430万两。袁大人，这王府开销甚大，还要养活那么多宗室。430万两，叠个零头都不够。王爷是觉得本官不识数，还是觉得这把尚方宝剑不够锋利？世子如今还在诏狱里候着。袁大人，不可，世子身子骨弱。那就带我去看真正的库房。袁大人，本王并非有意隐瞒，实在是那是太祖爷定下的祖制，非亡国灭种之事不可开启。如今流寇四起，见奴寇管，这还不算危急时刻吗？唉，罢了罢了。啊，这得多少银子？共计1170万两白银，外加黄金，算上永寿郡王家产，怕是能搞出1300万两。陛下若知晓此数，定能解燃眉之急。这陕西的毒瘤算是彻底挤破了。大人，此次查抄所得，初步估算总价值已超1500万两。立刻修书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师。对了，大人，清理永寿郡王别院时，发现些奇怪书信，似乎和京城有关。这陕西的烂摊子根子还在京城啊！台大人，咱们这次捅破天了，天地43000顷，现银886万两，总价值不下1500万两。1500万两，大明1年的国库税入才多少？宗室误国，尽至于斯。原来是王府的常识，平日里咱们连看都不敢看一眼的大人物啊！还有那个知府，这个我终于遭报应了。斩！西安府这田地的大小亩问题，本官打算借着这次机会一并理清了。大人英明，卑职等一定全力配合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配合好了，以前的事儿就翻篇。若是不配合，新账就账，咱们一块儿算。卑职明白，卑职一定为大人马首是瞻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没脸进去了。朕读过你的诗，寄予顾源松雨局，归来还要办孤方。微臣拙作，进入圣厅，实在惶恐。朕听说你是个允文允武的全才，如今陕西局势糜烂，朕需要你这样的虎将。臣虽不才，愿为陛下肝脑涂地。臣定保大明江山永固。恭喜陛下，再得一员虎将。老臣孙承宗参见陛下。爱卿免礼，赐座。伯牙，朕来为你引荐。这位是前兵部尚书、蓟辽都师孙承宗、孙阁老。孙传庭拜见孙阁老。伯牙，朕给你3条路：第一，去招兵买马；第二，做禁军都指挥使；第三，若你愿意，朕擢升你为3边总督，去给朕平了陕西乱局。从正5品的吏部郎中，直接跃升正2品的3边总督，这担子太重了。陛下，孙大人虽有才干，可这升迁速度是否太过惊世骇俗？非常之事，当用非常之法。伯牙，你怎么选？陛下，这3个担子都太重，臣不急，你先听听针对禁军的构想。目前的经营臃肿不堪，朕要将其精简为9卫，并设立忠义司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效忠的是大明皇帝，而不是某个将领的私兵。陛下圣明，此法直指兵家要害，臣附议。朕今日召你们来，是为了火器、红翼大炮、火虫、水底雷，朕全都要。陛下，
臣早有此意，只可惜当年魏忠贤。从今往后，朕给你们撑腰。朕有3个想法：废泥魔改铁魔，火药颗粒化，消流贪精细研魔。颗粒化，这闻所未闻。若是以随时相机，火星四溅，落入药池，陛下，臣悟了，臣终于悟了。孟后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切莫失态。玄狐兄，火生势雷坠，随时击铁引燃火药，射速能翻倍。多谢陛下点拨。爱卿平身，朕给你们造东西的地方。即日起成立大明火器研究院，下设9司，专造火器。徐爱卿，你任院长。毕毛康管火铳改良，孙元化管火炮铸造。再设火器学院，广招工匠。陛下，臣举荐陕西奇才王征，精通吸血机械，是写《远西奇奇图说》的王征？正是，陛下竟知晓。南徐北王，朕略有耳闻。这是蒸汽基础型啊！传旨，召王征入京，编入火器研究院。奴才领旨。常言道，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有国界。朕知道你们和西翼传教士交好，还入了天主教。朕不干涉姓什么，但研究院有铁律。大明技术，半分也不能卸给西夷。谁敢吃里扒外，绝不轻饶。臣等绝不敢书颠妄族。宋英星那边咋样了？宋大人正在研究暖房，说是冬天也能种菜。暖房，走去看看。王承恩再通知勇士营和锦衣卫准备。乡亲们，亩产翻1倍，你们想干啥？皇上，俺能炖吃干的啦！俺咱前娶媳妇儿，俺给闺女做新衣裳。吃饱饭，娶媳妇儿，穿新衣，这就是百姓最奢侈的愿望。朕亏欠太多了。好，朕答应你们，好日子不远了。陛下，这就是臣造的暖房。农耕，这地下是冻土，寒气往上窜，土豆苗怕是活不成吧？葛老说的对，学生没直接种在平地上。这里是高笼，苗都种在上面，底下先铺一层干牛粪，它发酵就会生热，可以把根部的寒气驱走。哦，好办法。垄沟里再填上这一层谷糠皮，它能隔寒气，又不至于积水。来来来，尝尝这个提神的好东西。这是啥？咋这么辣？这是辣椒，海外传来的，推广开，百姓冬天能驱寒。那番薯，朕安排好了，让陈经纶管这事。白骨，你想好了，去兵部还是？臣愿当禁军指挥使。哦，兵部侍郎可是肥差？兵在京部再多，如今兵部腐朽，臣想练支精兵。好，朕没看错人，禁军就交给你了。皇爷，今儿高兴，有件事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，曹化淳曹公公还在外面候着呢。哎呀，朕一高兴把他忘了，让他进来。领旨。曹化淳这时候来，怕是没小事。曹化淳参见陛下，陛下圣公安。起来吧，别跪着了，一别7年，曹大办，你受苦了。陛下，奴婢死也甘愿。朕深夜召你回京，有重事交于你，重开东厂，提督之位，非你莫属。奴婢万死不辞。东厂人守你自己去招，哪怕是市井无赖，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，但不许从锦衣卫调拨一人。遵旨，重查为忠贤时期旧案，朕要水落石出。这是翻旧账的刀啊！最后，东厂与锦衣卫平级，互不同属，你只对朕负责。还有一事，大明日报今后由东厂全权负责办报，不仅是办报。朕要你1年内覆盖所有府州，2年内覆盖所有县城。陛下，老臣提议，即刻成立火器研究院，以备边患。准奏。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。
陛下圣明。启奏陛下，户部刚刚核算了去年的铁量。念，去年全国铁产量约9700万斤，但铁存量仅剩600万斤。大炮要铸造，100万军队的甲胄兵刃要更新，百姓农具要普及，修城墙、铺路，哪一样离得开铁？7000万斤，听着很多，实际上算起来还真不算多。皇上，传真旨意，3年之内，天下所有私营铁矿必须全部收回，改由朝廷统一开采冶炼。明年产量1亿5千万斤，后年2亿斤，少1斤，朕拿工部试问。臣孙传庭，叩见陛下。平身。诸位爱卿，朕今日宣布，即刻成立禁军指挥司，统管经济为属。孙传庭便是这第1任指挥使。陛下，那些武举选出来的莽夫，都是中看不中用罢了。哼，中看不中用，好一个中看不中用！戚继光是不是武举出身？于大佑是不是武举出身？朱纯臣，你告诉朕，你哪样能比得上他们？关于这划分比例一事，诸位爱卿有何高见？好，很好。诸位若是不出声，那朕就认为你们是让朕前刚独断了。这死一般的沉默背后，怕是在酝酿一场更大的反扑吧。那就来吧，看看是你们的手段黑，还是朕的刀快。陛下，武举乃国之大事，若贸然改制，恐动摇军心啊！如今边关告急，服众武备，难道靠你们写文章退敌吗？哼，吵够了吗？大明立国至今，文科进士录了24000余人，而武科呢，3200人，不足文科的零头。如今还要争什么比例？朕意已决，就按孙爱卿的方案办。另外，朕再加一条，所有新科武举，不论名次，必须去九边前线历练半年，见不得血的，一律不予任用。陛下英明。臣建议，今后武举分3场。首场考骑射、弓射、骑勇，筛掉那些花拳绣腿；次场考营阵布置、火药配比、战车运用，懂兵器者方能制胜；末场考兵法套略、天文地理，为将者须通晓天地。好，此法甚妙，但这还不够，朕要加设第4场。策问，有人亲自出题，就在这皇极殿上考，朕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。九边名册上写着63万人，可这其中的水分，怕是能淹了紫禁城。李若莲，臣在，派人死死盯着陈国公主纯臣。他今天在大殿上的眼神，朕不喜欢。皇爷，英国公张维贤求见。张维贤，这么晚了？是，而且他是乔装打扮来的，没走正门。这老狐狸白天一言不发，晚上却扮成这样来见朕。宣他进来。今晚怕是要有一场好戏了。臣张维贤深夜乔装至此，惊扰圣驾，臣有罪。你也知道你有罪，那你说说，你犯的是什么罪？是欺君之罪，还是谋逆之罪，或者是豢养私君，意图不轨？爱卿，这些可都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朕若是现在把你拿下，你是认还是不认？臣张家守国恩200余年，期待忠良。当年光宗、熹宗即位，老臣皆有拥立之功，就算借老臣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谋反啊！拥立之功，老国公，你心里那点算盘，真以为真看不透？你张家之所以可以屹立不倒，不就是因为这从龙之功吗？在你看来，无论谁坐这把龙椅，只要你张家在关键时刻推一把，就能保住世袭望替的荣华富贵。至于这天下姓朱还是姓别的，对你来说重要吗？陛下，老臣无话可说。既然陛下什么都看透了，老臣也不敢再藏着掖着。这是经营的实底，请陛下预览。经营名册在即12万人，实有46000人。是，好啊，好得很。那这17000明明真君事实是怎么回事？这17000人是真正还在操练的士兵，其余19000皆是勋贵家中家丁。这就是朕的经营，这就是朕的大明勋贵。这册子朕留下了，
经营的事，朕暂时不追究。谢陛下不杀之恩，老臣这就告退。慢着，既然你连经营的实底都交了，那经营中那些勋贵武将贪赃枉法的罪证，你应该也有吧？朕要那份名单。他竟然全都知道。我张家数十年暗中搜集的把柄，甚至连我安插在各勋贵府邸，专门监视他们言行的暗线，他都知道。英国公，朕的耐心不多。老臣遵旨。张家上下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绝无二心。这便是京中所有勋贵武将的私产当与过往劣迹的全部底细。这哪里是17、18岁的少年天子？这分明是从今往后只能做陛下手中的刀了。哼，这老狐狸果然藏了一手好牌，有些名字真看着都眼熟，大恶之人不少。但这陈志安、张庆真倒还有几分可用之处。大办，把这个交给李若莲，让他按图索骥，暗中查证。朕要的石板上钉钉的实锤，不是道听途说的风闻。奴婢遵旨。这个叫发财，意头好得很，谁摸到谁赢面就大，讨个来年顺遂的好彩头。陛下，这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新奇玩意儿？竟这般有意思。皇爷，陕西巡抚员可立600里加急。立刻传内阁大学士6部尚书，即刻到东暖阁议事。好一个秦王，好一个大明范王！这怎么可能？1500多万两，国库1年的税入才多少？一个秦王府竟然富可敌国，这就是大明的诛虫。西民之民高，诛空大明根基。还有一事，王道纯外放西安知府、3边总督之位，如今已空，诸位爱卿可有人选？陛下，臣以为现有1人可用，延绥巡抚陈其瑜。陈其瑜此人，长于谋，却短于断。陛下何出此言？陈其瑜在地方颇有正声，治理流寇也多有成效。上一世车厢下一战，他本已将李自成逼入绝境。受鬼刀吧，让端贼也让汉人一足而灭。一夜之间，4万大军灰飞烟灭，放虎归山，大明亡国之祸便始于此。此人不可为帅，若用他，必生大患。传朕旨意，擢升洪承畴为3边总督。陛下，洪承畴资历尚浅，此前仅为参政，直接提拔为总督，恐难服众。朝中大臣怕是会有异议。非常之事，行非常之事。朕要的是能杀人的刀，不是只会写文章的笔。拟旨。臣领旨。这一条不行，若遇天灾绝收，朝廷都免赋税了。这分期银子自然也要顺延，岂能逼死百姓？改。是，陛下仁慈。周玉吉，你律藤乡有为5600人，即刻出发，接应秦王押送队伍，务必确保财物万无一失，末将誓死完成任务。曹便教你律勇士营2000精锐，连关到青椒100里内的所有匪寇。陛下放心，末将的大刀早就饥渴难耐了。夜为战，雾为看。打他是为老叔出气，也是让他记住自己的身份。汉人终究只是工具，大汉英明。是呀，大汉，您错了。大汉，奴才斗胆，请问大汉几个问题。先生请讲。即便我们有了红衣大炮，攻破晋州、宁远防线，需用10多久，死多少人？即便平光大金的勇士，恐怕也需数年之功。那时的大明会是什么样？大汉，他在说什么？若欲图强，非用汉臣之治不可。大汉不可，他是汉奴，岂能如此待他？闭嘴！本汉愚钝，只看到了眼前的小利，请先生教我。大汉折杀奴才了，
奴才万万不敢当。那奴才就斗胆把这天捅个窟窿。进攻大明无非3条路：第一，强攻济宁防线，此路已死；第二，走水路，从旅顺出海，直插山东。但女真勇士不习水战，晕船是一大忌，且皮岛上有毛文龙牵制，此路太险。那第3条路呢？借道蒙古，绕过关宁锦防线，从喜峰口、古北口突入关内。元朝的传国玉玺就在林丹汗手中。大汉若得此物，便不再是偏安一隅的女真可汗，而是可以登基称帝，建立正统王朝，与大明皇帝平起平坐。称帝，正统。传令，末将在，集结兵马，人力收服蒙古诸部。本汗要亲自去会会林丹汗。大汉英明。此外，对毛文龙可用离间计对火器，可派人带重金去购买红翼大炮，并招募工匠自行仿制。准，一切按先生说的办。遵命。诸位各司其职。遵命。奴才无拜参见大汉。这封信你亲自带去张家口，交给东来客栈的掌柜。这步棋我大金经营了数十年，如今终于要动了。奴才万死不辞，必将信送到。这是哪里的？这是哪里的？没见过这种旗号，怎么连见过这种旗号？静得吓人。可说话的，你看这旗子上绣的是虎头，这是皇帝亲军吧？这气势跟以前那些兵油子完全不一样啊！这才是大明的兵啊！大明必胜！朕今日召集尔等，不谈忠君爱国，只谈一件事：银子。勇士营每人年饷30两，若战死沙场，抚恤银120两。银子入中列祠，家中遗孤朝廷养至16岁。这是买命钱，谁若是贪生怕死，朕要他的脑袋，愿为陛下效死。曹变交，即刻出发，关到100里之内，所有盗匪山贼一律浇灭，一个不留。末将领命，必定杀得干干净净。王爷，礼部尚书房壮丽已经在乾清门外候着了，看样子挺急的。房壮丽，哼，朕倒要看看他又给朕带来了什么好消息。回乾清宫。陛下，臣已将历年积压的武举代推人员核查完毕，共计500余人，其中身家清白仅43人。500取43，好啊，你想怎么做？臣以为当先查办当年主考集兵不相关理员，追责到底。那些受害的武举，臣斗胆，请陛下拨银抚恤。准了，臣还有关于武举改制的设想。条理清晰，切中击毙。选准，你指吧。明日便发皇及滇民发天下。陛下圣明，臣这就去办。只要钱给够，这帮大臣办事还是利索的。后卫，朝廷重开武举，新政出炉了。切，武举那也是个坑钱的无底洞，谁考谁傻子。就是啊，这回不一样，皇上亲口下旨，三甲待退最迟6年，哪怕是最后一名，也是从五品武官。朝廷还拨一抚恤往届受害武举。给我来10份。不，我要把这消息寄回老家，让乡亲们都知道。真的假的？让开！本王要见秦王，那是本王的宗亲兄弟。这胖子是皇上的亲叔叔，真闹起来我们吃罪不起。殿下，剑可以，但末将等必须在场护卫，寸步不离。哼，随你们便，只要让我见到人就行。来，存记老弟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受苦了。到了洛阳，就是到了哥哥的地盘，不用拘束。听说那里自称佛王叔。长勋王叔，早做打算吧。等王叔到了京城，皇帝我回请您。藩王无诏不得入京，他这是咒咱们王爷被拿问进京吗？若是咒我，何必说回请？这说明他笃定自己到了京城也不会死。幼师反帝可是死罪，
除非皇上根本没打算杀他。皇上要的不是他的命，是对亲王动手的前兆，立刻派人去查。另外，本王要亲自写一道请罪奏书，请罪折子不把丢失西安的罪责全认下来。殿下，这可是把刀把子递给皇上啊！吾若不递刀子，皇上也会自己找，不如主动些，或许还能保住这条命。这秦王倒是比朕想的要聪明几分。那句句到了京城回请，可是把朕的心思猜透了。这老佛王下的不轻啊，字字泣血。他既然这么怕，朕就再给他加把火。传旨，福王虽无实罪，但身为宗室长辈，未能规劝秦王，罚俸1年。这一跪，跪的是苍天，还是这皇权？大半，朕这腰都要断了，一批一天奏折还累。皇爷受苦了，这都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呀。有时候朕在想，这皇位做的真没意思。皇爷，您先别急着没意思，老奴这儿刚收到个消息，保准您听了精神百倍。哦，什么消息？别又是哪里遭灾了？是关于李自成的。据说那里闯王在山沟里迷路断粮，如今正躲在山洞啃树皮呢。好，啃树皮好啊，这就叫天道好轮回，笑得真恼人疼。皇爷，后天早朝后百官封印，您就能歇息1个月了。1个月，朕要睡他个昏天黑地。虽说是封印，可祭灶、祭太庙、礼节可不能少啊。这哪里是休息，分明是换个花样受罪。这规矩得改。这块过年了，百官的腊司发了吗？也就是年终奖。回皇爷，朝廷发的那些俸禄哪儿够啊？这腊司大头都在下面。陛下，臣查实，地方官员每到年底，便会有一笔巨款进京，哪来的钱？挪用公款放印子钱，或是集资经商，手段多着呢。好啊，真省吃俭用，他们倒是发横财。这大明的制度处处是坑，改。自即日起，朝会改为单日一次。陛下，怎可因贪图安逸而荒废朝政？殷国公，你怎么看？诸位每日饮食起床吹冷风，若是日日如此，谁还有精力办事？看来殷国公深得朕心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陛下，经廷议，春节可休5日，其余节气各休3日。哼，5日，3日，诸位爱卿，你们太小家子气了。敦爱卿方才提议的休假，朕觉得太小家子气了。朕决定自即日起，元旦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这8大节各休3天。陛下，这是否太多了些？朕还要加一条，凡在京任职满1年的官员，每年额外多给1天年假，以此类推，上不封顶。众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圣明。假是给你们放了，但这过节的银子，朕想问问，你们往年都是哪儿来的？左都御史张廷登何在？臣在。朕听说往年每逢年节，地方官员都要进京送坛敬宾敬。张爱卿，你是督察院的头儿，你说说。这乃是官场机密，臣不敢欺瞒陛下，确有其事。朕今日把话说明白，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收地方1两银子的贪敬，朕不管他是极品大员，一律革职查办，甚至斩立决。另外，侦查过户部账目，自天启元年以来，朝廷拖欠了尔等不少俸禄。传朕旨意，哪怕是已经被革职、流放，甚至是之前被朕砍了脑袋的，只要是朝廷欠的，一律发给齐家眷。朕绝不赖账。陛下仁德。若莲，朕这有件天大的差事，只能交给你。臣万死不辞，即刻加派遣1位精锐，秘密前往大安口、龙井关、红山口、遵化这4处。陛下，这几处虽是关隘，但并非边防重镇，且地势险要，见奴从未。这就是朕让你去的原因。记住，是秘密监视，哪怕看到一只鸟飞过去，也要给朕记下来。若发现可疑之人，不要打草惊蛇，
朕要给皇太极留个大惊喜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今日起改元崇祯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皇上改元，莫非真是要重振大明之意？当初他定年号时装得弱不禁风，如今看来分明是深不可测的帝王心术。臣妾绿六宫姐妹祝陛下新春大吉。都平身吧，大过年的不必拘留。皇嫂，这是5万两银票，给您添置些新衣。陛下，国事艰难，你还记挂着我。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在这宫里，您便是朕的亲人。今日乃是正月初1，这第一杯酒镇敬天地祖宗，第二杯应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士，第三杯敬在座诸位爱卿以及天下子民。今日寺宴，所有桌席菜色一视同仁，朕要与诸卿同乐。光吃饭没意思，朕准备了个彩头。这上头的红包，诸位爱卿每人可取一个，里面写着什么，朕就赏什么。孙爱卿，这最后一个往往藏着惊喜。这特等奖，皇上亲笔御书，福字卷轴。此乃臣毕生之荣耀。亲书相比，这50两银子简直是俗物。若是能把那字挂在自家中堂，那是何等的体面！这孙传庭运气也太好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祝皇上新年快乐！这大好河山既已交到我手中，便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朕要让大明成为真正的世界中心，万国来朝。陛下，臣妾方才去看了张皇嫂，她似乎有些想家了。这有何难？朕想个法子便是，就说朕要派人去督查先帝陵寝的修缮进度，皇嫂作为先帝遗孀，前去视察合情合理，顺道回太康伯府吃顿饭。啊！陛下这般有人情味，真是大明之福。这几项内容，每一项都是硬骨头，必须5年内啃下来。大办，去查原陕西3边总督武之望，他精通医术，朕要重用他。奴才遵旨。计划有了，人才也在找，剩下的就是钱了。抄家虽然爽，但不能总盯着贪官。有些硕鼠吃的比贪官还肥。等武举结束，腾出手来，就是收拾8大晋商的时候了。希望你们咱的家产够多，别让朕失望。今日是正月19，朝廷开印，朕这里不兴那些虚头巴脑的拜年话，朕就一句话：有事说事，别跟朕玩心眼。差事办得好，加官进爵，想浑水摸鱼的，朕的刀不认人。臣等遵旨。行了，退朝。陛下，这手笔简直……都看完了，这就叫做5年计划。朕要大明在这5年内脱胎换骨。陛下雄才大略，若此计划能成，大明中兴有望。军备方面，5年内铸造2000门红衣大炮。陛下，2000门，若全用泥膜，耗时太久。臣建议泥膜与铁膜并行，方可赶上进度。徐爱卿，你要明白，这些炮不光是为了对付贱奴，咱们不仅要防北边的狼，还要防海里的傻。郭爱卿，你说说土地的事。陛下，京户部重新核算，大明现有耕地850万顷，宗室、士绅、军屯占了70%，百姓人均仅3亩。宗室、士绅、军屯这3座大山不搬开，子民永远吃不饱。所以这5年计划的核心，除了造炮，就是整顿。朕决定整顿全国兵政，彻底废除卫所制。猥琐牵涉100万军户，1000万身家性命。陛下想怎么做？朕要做3件事：废猥琐制，废军户制，废军屯田。朕只要180万职业军人。陛下，180万职业军，每年要吞5000万两白银。
1000万两，我把户部卖了也凑不齐啊！老公爷别急，这其中有60万场北军征战，剩余120万为预备役，平时屯田训练，战时集结。如此一来，军饷压力可减半。那也要3000万两，军屯田没产出，国库哪来钱？银子从军屯田来，军户没了，百姓穷得叮当响，谁买地？百姓没钱，朕借给他们。张大人，请看，这是陛下拟定的分期付款之法。军屯田分给百姓，分10年偿还，每年按当地价收2成收成，其中1成当税赋。10年后，这地就彻底归他们了。百姓出力换地契，还照收地价与税银，这是陛下的主意。除了陛下，谁能想出这等奇策？银子流通加商税改革，国库1年能收多少？那1万万两。陛下，您这是要？真要逼世慎、宗室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。陛下，这是挖权贵的根啊！大明恐要倾覆。那就把乱党都杀了。这么多银子养的禁军，若连土鸡挖狗都杀不干净，呵呵，朕正好试试这把刀利不利。陛下整顿军屯，造反之余不足为惧。哦，孙爱请细说。其一，得利的是广大军户；其二，损失的是坦漠高层和兵游子。制衡之下，他们只能接受。恳请陛下定5年整顿，首战陕西，扫清积弊。好，传旨，李邦华任兵正总负责人，令启用侯勋为兵部尚书。李邦华长整顿，侯勋长调兵，这是左右互搏，谁也别想绕开朝廷，私自调兵。1年计划，大明军队，陛下，大明建筑王庭指日可待。下半个10日不点到，扬我大明军威。好。还好老夫交了兵权，不然这把火先烧我头上。英国公留部，王公公，陛下请您去东暖阁一叙。老臣叩见陛下。英国公，你此刻在心里埋怨朕吧？臣不敢欺瞒陛下，臣心里却有一丝失落与不甘。臣再问你一句，朕把身家性命交给你，朕能信你吗？陛下，臣张家世代忠良，臣这颗头颅随时可为陛下抛洒。陛下尽可信臣。朕不用你整顿经营，是因为经营只是内忧，朕要你去的是这里。山海关，袁崇还在辽东，权力太大，朕不放心。朕需要一个绝对信任的人，此剑赐你。凡山海关内，无论总兵参将，若有不从，你皆可先斩后奏。陛下放心，臣让危险律师，山海关在臣在，山海关破臣亡。陛下，诸位同僚，经过这几日的反复测算，按照新的5年计划，若是清障田亩顺利推行，我大明每年的田赋收入可从如今的2700万石翻倍至5000万石。陛下圣明，若真能如此，前4项计划，臣等再无异议。既然前2有了着落，那便说第5项，朕欲在京师设立讲武堂。从全国选拔12岁的天赋少年，不论出身，入讲武堂修习兵法、火器、骑射，学至6年。这6年，朕亲自任校长，他们便是天子门生。毕业后直接充任各军低级军官。朕要的是能指挥打仗的将才，而不是只会逞口舌之力的莽夫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刘爱卿有何高见？我大明武官选拔已有武举、世袭、刑武提拔、纳级4条路，另设什么讲武堂，此乃多此一举。放屁！秦将军朝堂之上，岂可出此粗鄙之语？若是跟他辩驳，
赢了是欺负妇孺，输了更是颜面扫地。可这口气实在难咽。秦将军，朝堂之上，言语当需谨慎，不可冲撞了刘大人。陛下，末将乃一介武夫，言语粗鲁，冲撞了刘大人，还请陛下治罪。哎，秦将军言重了。朕今日召集诸位，本就是为了畅所欲言。若是连真话都不敢讲，那这朝会不开也罢。诸位同僚，关于这讲武堂，其实与现有的武具并不冲突。武具选拔的是个人的勇武，而讲武堂教习的是行军布阵、忠君爱国之道。老臣以为此乃强军之本。臣张维贤附议。末将附议。臣等附议。附议。好，既然诸位都无异议，那讲武堂之事便定下了。诸位大人，今日陛下的决心，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。太师，陛下如此重武轻文，恐非社稷之福啊！刘大人，与其担心这个，不如回去好好查查家里的田产账目。太师何意？讲武堂要开办，这银子从哪儿来？陛下眼里可是容不得沙子的。陛下，禁军9位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，剔除老弱，招募新血，如今已有13万精锐编制。战力如何？与秦将军的百杆兵相比呢？虽然在军纪和阵法上已初具规模，但这股子精气神比起白干兵那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杀气，还是差了不少。哼，那是自然。另外，离龙抬头只有10来天了，武科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截止到现在，来精并在兵部登记参加武科的人员有800余人，按此速度，到2月初2，怕是会有近2000人。是否需要延期几日？朕说了2月初2，那就是2月初2，绝无更改之理。你以为武科只是那几天的比试吗？路途遥远考验毅力，消息比赛考验敏锐，连这也做不到，谈何打仗？至于策论的考题，朕得好好想想，出个什么题目才能把那帮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刷下去。陛下，秦王车队已行至城郊，传朕旨意，全城宵禁，朕要亲自钦点陈遵旨。看来陛下对本王带来的东西很是看重啊。打开。这得多少银子啊！我操，发了！这次是真的发了，这特么比朝魏忠贤家还爽啊！今日之事不得外传，违令者斩。刚出笼的肉包哟，皮薄馅大，热乎嘞！这就是京师吗？虽有外患，但这城内气象却是繁华有序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若是陛下能允许本王在京师自由活动，哪怕不再为王，能做个富家翁也不错。王公公，这是要去何处？这似乎不是去乾清宫的路啊！殿下莫急，陛下给您安排了一个好去处。王公公，这是……殿下，陛下说了，这就是您的新家，请吧。太妙！殿下，请吧。陛下在里面等着您呢。罪臣朱一焕，叩见陛下，叩见列祖列宗。罪臣无能，未能守住祖宗基业，致使秦王一脉蒙羞，罪臣该死。起来吧，给列祖列宗上炷香。200多年的秦王府，今日算是彻底没了。为了这一大家子，我必须忍。朕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宗人府那种地方，朕没打算让你去。接旨吧。秦王一脉，念其主动归降，免去死罪。4居十王府，按亲王立功绩。陛下，这朕不仅要让你活着，还要让你活得好好的。若是陛下能将罪臣废为庶人，该多好啊！皇爷，这秦王似乎真的怕了。大明的亲王，锦衣玉食养了200年，养得跟猪一样。有时候朕觉得他们还不如一个富商活得自在。回宫还有正事。
陛下，辽东急报，盛京与前线兵力频繁换防，看似热闹，但锦衣卫暗中发现，撤回盛京的人数远多于派往前线的。陛下，臣听闻辽东异动，特来求见。白骨，你来看看。减兵增造，皇太极这是要借道蒙古突袭喜峰口，直逼京师。既然他想演戏，朕就陪他演到底。既然知道路线，就得给皇太极准备份大礼，传中镇侯来见朕。这盘棋，缺了他不行。藤乡四卫现在如何了？能否一战？回皇爷，24000军士已整训完毕。老身秦良玉叩见陛下。老将军，快请起！朕有关乎国运的大事，非你白干兵不可。调8000白干兵符大石鱼山，5000藤乡4卫佛城紫山，3月内就位。陛下是要锁死贱奴退路？没错，你就是扎进口袋的绳索。大明5科今日开考，第一关体能3克中为校场，跑10圈者过关。这二人不像是中原人，看打扮像是蒙古人。只用了2颗半钟跑完10圈，看来这次5科真钓出了不少大鱼。考将军凭什么比跑步？这不公平！就是啊，凭什么？不公道！重考！重考！朕让你拜个明白：其一，跑不动，怎披甲冲杀；其二，跑慢了就是死。朕要将才，不要炮灰。其三，遇难则怨，何以统军？其四，不知犀利，何以持久？战场瞬息万变，岂容你挑3拣4？第一关结束，淘汰者退场，剩下的准备第2关。今日点兵操演，不得有误。第2场武技考核，1刻钟后开始。此关采用积分制，分演练、实战2部分。那2个蒙古人选的是剑术，还有个使大刀的好刀使，此人乃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。这就是历史上大明唯一的武状元，没想到今日得见真容。考官大人，这靶子太薄了，俺们兄弟力气大，怕一箭射穿了伤到后面的人。麻烦加2层，不加3层。听听，还3层呢，这兄弟可真能吹。王大办传朕口谕，告诉下面的人，谁若能射穿1层，赏银100两；2层500两；若是能穿透3层，赏1000两。皇上有旨，穿透1层者，赏银100两。才15，轻了点儿，不过凑合用。看好了，快到3层！神箭手啊！好剑法，朕言出必行，赏银1000两。既然入了汉籍，可有汉名？回皇上，有是有，只是怕在这种场合说出来引起误会。草民汉名，虎大威；草民汉名，猛如虎。这也算名字？到底是玩意，取名如此粗鄙直白，毫无文采。名字倒是威风，朕不听虚言，既是无惧，便用弓马说话。看见那边的靶子了吗？10箭中6箭，朕便亲自为你们证明。好俊的骑射，10发10中，皆在红心。来人，赏3河马2匹。有人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朕看未必，只要心向大明，为国尽忠，便是朕的子民，便是大明的英雄。朕今日便当着这数万百姓的面，为你们证明。
陛下天恩，草民就算这次考不中武进士，这条命也是陛下的，愿为陛下赴汤蹈火。灭掉女真，这怎么写？朝廷几十万大军都还没做到，问我们。皇上口谕：此次策论若有真知灼见，被朝廷采纳且行之有效者，中进士者官加一品。即便为中进士，只要策论出彩，亦可特司正七品武官。李大人，陛下这道策问真是高明，既考了战略眼光，又试了实战经验。更妙的是，这还能看看这群武夫里有没有那种敢想敢干的愣头青。咱们就等着看这些天马行空的答卷吧。既然陛下问怎么打赢，那就先按老虎最擅长的，冲就完事了。陛下有旨，考试期间，每位考生每日刺烧鸡1只，精肉1斤。烧鸡？真的假的？俺为了赶考3天没吃肉了，陛下圣明啊！这才是好皇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写字啊！这是阅卷官们推选出的前10名策论，请陛下预览。这切入点有点意思。若能让将士都怀这股火，何惧强敌？好，写得好，直击痛处。这文章不是在谈兵法，是在谈人心。满分，这篇文章朕给满分。哦，陛下，满分？这可是从未有过之事。李爱卿，快拆开壶名，朕要看看这是哪位大才。毒饮席，竟然是他！毒饮席。南明兵部尚书，明末最后一位战略大师。这就是那个差点凭一己之力让南明翻盘，把满清挡在长江以北的狠人。他现在居然来考武举了。骑射满分，不射9分，计勇满分。策论。大人，结果出来了。快说，前3名是谁？回大人，经过核算，这5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5状元王来聘，5榜眼徐彦奇，5探花张在耿。果然是他。白骨兄似乎早已料到。早在武技考核时，陛下便注意到了此人。当时陛下还玩笑说，此人名字取得好，王者来礼聘，必中3甲。原来如此。陛下，除3甲外，其余考生成绩也已排定。独饮席2甲第8，猛如虎3甲第65，虎大威3甲第68。朕原本还担心这2人若是落榜，还得让他们去边关磨练。如今中了武进士，便能名正言顺的提拔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好，甚好。李爱卿辛苦了，准备放榜吧。是陛下。榜上没有我的名字，我中了。唉，猛如虎那等粗鄙武夫也能中榜，定是有黑幕。慎言，殿试是陛下亲自主持，早已替他们正了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甲第68名，虎大威；1甲第1名，5状元王来聘，总分93.66分。臣王来聘，谢皇恩。王爱卿，朕今日有遗物相赠。好刀，真是绝世宝刀。王来聘，你可知此刀上一任主人是谁？这是冰铁，真正的极品冰铁。陛下，这刀身中68斤，背后刃薄。如果草民没猜错，这应当是萨尔浒之战中力战殉国的刘少保所用的佩刀。不错，朕令人从内库寻得此刀，正是希望有人能继承刘少保的遗志，宝刀配英雄。今日，它归你了。
谢主隆恩，草民发誓定要用此刀斩下阿明首级，以祭刘少保在天之灵。好，朕等着那一天。朕听说有不少人因迟到错过了5科，今天朕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因诏书延期而误了考期的，站出来！陛下，不是草民等不愿报国，实在是兵部公文太慢了，草民插上翅膀也飞不到啊！督察院，给朕彻查，晚1天斩80，晚3天斩立决。不管是谁，哪怕是内阁大学士，耽误了朕选拔人才，朕都要他的脑袋！陛下，迟到的不说，但我等到场参考，这策文为何不中？我不服！不服？好，本官就念给你们听听。这一位提议把公主嫁给皇太极和亲，这一位建议铸造1万门红衣大炮，一路轰平盛京。你是打算把全天下的铜都给熔了吗？你们还有什么不服的？王兄，刚才的听音辩才真是神了。不仅武艺满分，连策问也是头名，文武双全啊！将来必定是一方总兵。各位同门，请多指教。陛下，兵部行文言误一事，督察院会去查。朕叫你们来，是为了另一件事。宣府总兵王承印身为边疆大吏，不仅贪赃枉法，甚至私通商贾，倒卖军资。大办，把东西给他们看看。大明边军烂透了，朕不仅要选拔新人，更要剔除烂肉。这王承印简直无法无天，贪污军饷也就罢了，竟敢纵容家丁假扮响马劫掠商队。更可恨的是，这杀良冒功，期限到了交不出人头，竟然去屠村。160万两，朕的国库都要被他搬空了。诸位爱卿，这颗毒瘤，朕看似留不得了。王承印罪该万死，但这宣府毕竟是边关重镇，若是贸然动他，臣担心引发哗变，甚至逼反边军。孙阁老此言差矣，若不严惩，这护士的信誉何在？商家若都不敢去张家口，这护士也就名存实亡了。陛下，臣有一策，不若先调离王承印，待其离任后再行捉拿。至于接任，不用选了，朕心中已有人选，调满贵接任宣府总兵。朕意已决，亲征宣府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宣府乃是险地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何况万乘之尊？土木堡之变引荐不远，大明经不起再一次动荡了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土木堡那是英宗无能，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朕要去看看这大明的边墙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子。秦将军，朕要借你的白干兵一用。末将愿为陛下赴汤蹈火。好，调2000白干兵，加上藤香右卫，护送朕前往宣府。这日子太平的让人心里发慌啊！最近那边安静的有些过分了。京城发摆李佳琦，圣上有旨。这个时候来圣旨，难道京城出事了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袁崇焕都师辽东有功，特赐红蟒炮1件，白银1000两。特命工部铸造红翼大炮100门，即日运往宁远。谢主隆恩。满贵接旨，臣在。总兵满贵即刻交卸防务，随咱家回京朝觐，不得延误。这是要动我？满帅，皇上召你回京，想必另有重任。重任，怕是佛祸难料。都师大人，宁远成全靠你了。这人终于滚蛋了。就是，辽东本就是咱辽人的地盘，还是都师大人厉害。老赵，我走了，宁远城里全是辽东世家，你千万小心。你放心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万岁！万岁保重！万岁保！满贵，你可知朕为何召你回京？朕听闻你在辽东与袁崇焕不和。臣是个粗人，性子直。有人说袁崇焕意图谋反，你觉得呢？皇上，臣跟他吵架是私怨。袁都师对大明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那是贱奴的反间计。好一个思冤不费公义！那你觉得朕这个皇帝做得如何？
京城百姓脸上有了肉色，精气神变了，这就说明您是个好皇帝。满将军，这是朕方才批阅之密折，你亲自送去。皇上为何亲交给末将？上写着你的名字，也只有你能办。畜生！这王承荫简直是畜生！堂堂宣府总兵，竟然假扮响马结识商队，还杀良冒功，这等行径与禽兽何异？朕也是前几日才查实，宣府乃经师北大门，如今却成了这般藏污纳沟之地。满贵，朕欲让你接任宣府总兵，替朕守好这道门，你可敢接？臣满贵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定将那王承荫碎尸万段，肃清宣府。好，不过宣府局势复杂，光靠你一人恐怕不够。陛下，若要彻底掌控宣府，臣需几个得力帮手，尤氏吕、尤氏威兄弟，还有刘兆基，此三人皆是忠勇之辈，恳请陛下准许臣带他们同往。朕准了。陛下不再查验这几人的底细，朕既用你，便信你。你信得过的人，朕自然也信得过。来，再一个。总兵大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本都顶着。数万大军正向宣府开拔，旗号像是白杆兵和禁军。啊！数万大军，哪来的兵马？谁领兵？探子没看清旗号，只说是精锐，看着像是白杆兵，又像是禁军。至于统帅是谁，完全不知。白杆兵、禁军，难道是皇帝察觉了什么？传令下去，全城戒备。不管是哪路神仙，到了这宣府，是龙的盘着，是虎的卧着。是。